让他跟我一样，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我踏上柔情似水，寄生后面拔剑相向。凭你这样的女人，也胆敢行刺骨？我继位以来遭遇过36次谋杀，结果呢？所有刺客个个粉身碎骨，挫骨扬灰，孤呢，依然稳如泰山。说，你是何人指使？大王，你错怪我了，我岂敢刺杀大王？利剑都出鞘了，还敢抵赖？我拔剑是为了自尽。自尽？妲己听说，每个侍奉过大王的女人，第二天早上都会被大王处死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劳烦大王动手？妲己自己解决就是了。敬请大王替我想一想，那些清白的女人都死了，何况妲己是罪臣之后，所以妲己必死，妲己该死，妲己乐意死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竟然还没有半点畏惧？因为妲己已经得到大王的宠爱，死而无憾了。妲己这么一死，把大王的爱也留在了生命里。大王想，这不跟永生差不多吗？永生？从来还没有那个媚儿这么跟姑说话。那是因为他们在死之前，心就已经死了。莫非你是在责怪姑太残暴了？姑知道，很多人心里都这么想，只是口上不敢说而已。不，我认为死的那些女人都是他们的幸运。幸运？你果真这么想？他们已经沐浴过大王的阳光雨露，这不是幸运吗？是什么？大王不但赐他们幸运，还赐他们死。这是大王在施恩，是行善。试想啊，罪人当死而不死，王威何在？天道何在？久而久之，那死的不就是大王您吗？妲己啊，我多少年没有听过这么知心的话了。姑绝不让你死，姑要和你欢喜百年呢。大王，我也希望跟大王欢喜百年千年。可是，如果大王不让我死，那岂不是证明之前死的那些人都不该死？那岂不是说明大王都杀错了他们？请大王指见，杀了妲己。哎呀，妲己，都是姑错怪你了，姑不让你死。不，妲己必须死。如果大王不杀了妲己的话，大王的王位岂不是被玷污了？妲己不许任何人玷污王，包括大王自己。哎呀，姑命你务必打消这个念头。大王，杀了妲己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姑不会让你死。如果你不接受姑的心意，这有损姑的威严啊！既然大王不肯下手，那妲己只好带大王了断。
那个女人死了吧？小女在帘后偷瞄了一眼，看见大王拔剑了。去，到里面抬尸首去。是。妲己呀！是大王，你快去看看去。寒山姑，大王在哭。怎么可能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哭得惊天动地，泪如雨下。哎呀，天哪！这几十年从来没见过大王哭过，也没听说过呀。大王，他可是个没有眼泪的人呐。那个女的，妲己呢？大王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了。妲己啊，我的心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心肝儿，我舍不得你走，姑要你回来，姑要和你欢喜100年、1000年、万年、万年啊！大姐，这怎么回事？还好没有伤到要害，真是万幸，真是万幸！来人呐，快找御医！是。大王，你这是流泪了吗？竟然为微不足道的妲己流泪了。心肝儿啊，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掉过泪。就是出生那一天也没有哭，王母还以为姑死了呢。今天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竟然……我知道原因。大王的眼泪是甘露，是大德，是灵丹妙药，滴在我的心口上，我就恢复了生机。我就算杀了全天下的女人，也绝舍不得杀你。我要下道令，从今天开始，天下人都不准伤害你，包括姑。不，大王如果想杀我，随时都可以杀我。如果大王舍不得，那还是大王吗？我又有何脸面活在这个世上？心肝儿啊，你要答应姑一件事。大王吩咐。今后不准再动轻生之念。万一我又动了呢？那我就把全天下的女人斩尽杀绝，陪你下葬。大王，你这样说，我更舍不得离开大王。你这鬼精灵，把我搞得神魂颠倒的。大王，我想跟您要件东西，不知道您舍得吗？心肝儿尽管要，你尽管要。你说大王哭了？是的，奴婢听得清清楚楚的。这大王，他从出生以来就没哭过。他这个人呢，铁打的心肠，冰做的肝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那个妖女搞的鬼。哎呀，都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这入宫的女子，究竟是带刺的花朵，还是含露的花朵呢？只怕这宫中将要有巨变。刚才谁让你自作主张帮我的？我告诉过你，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，不用你。我不出手，
你就死定了。就是个死人。我自己的选择，无论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认。那你为什么要犹豫啊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在你看来，我那是犹豫吗？你觉得我会犹豫吗？你没杀他是对的，其实他早就醒了，一直在观察你。无论这个商王多么暴虐，他毕竟是上天选中的君主，天赋异禀，少年就能赤手缚虎，长大后更是倒拽九族之力。所以，就算你把剑插入他的胸口，他也能徒手把你撕成几瓣。那又怎么样？心都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你到底为了什么呀？报仇，不就是为了要杀他吗？不，我现在不只要他的命，我要毁了他的江山，毁了他的心智，断他的宗脉，破他的亡灵。我要他生不如死，身心俱废。我要让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，饱含着痛苦死去。不只要复仇，我还要享受复仇的过程。我要让母亲、父亲、哥哥，还有全冀州每一个死去的老百姓看着我为他们复仇。我要让这个暴君为他所做的一切加倍的偿还给我。你美丽的外表下暗藏着恶毒。我给你的礼物到了，如此宏伟的计划，该在一个配得上它的地方实施才对。大王旨意到。大王旨意下，苏妲己领旨。王命封苏妲己为贵妃，一切仪仗用度，皆依正宫体例，优先供给。谢谢大王恩典。令各赐寿仙宫为贵妃寝宫，以示王恩。寿仙宫？你说的真的是寿仙宫？是真的，娘娘。大王他已经下令了，现在寿仙宫正在开建迁宫，而且正在置办新物呢。娘娘，寿仙宫是什么地方啊？那可是先王太后的寝宫啊，是全王宫里最美丽的宫殿，怎么能就赏给一个刚进宫的苏妲己住呢？娘娘，苏妲己她可是个妖孽呀，全王宫的人都传遍了。传话，传杜太师，就是我现在马上要见他。是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里就是我住的寿仙宫，这里就是我将要投入仇人怀里的地方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在看着我吗？现在的我，是不是让你们感到很陌生，甚至厌恶？是啊，连我都憎恶现在的自己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们都要耐心些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看，他给了我这座宫殿，
只要是我的要求，他都会满足。但这远远不够，我要一点一点全部抢过来。迟早，我会掌管这个王宫，主宰大圣。那时，就是我复仇的时刻。我求你们，时时刻刻看着我，盯着我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坚持到最后。心肝儿，你在看什么呢？见过大王。心肝儿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？妾身是感激大王的隆恩，所以就流泪了。没想到大王会把这么美丽的宫殿送给我。这最美丽的宫殿，只有你才配得上，啊！哎，好了，谢谢大王恩典。大王竟然把寿仙宫赐给了那个妖女，真是荒唐透顶。她配吗？寿仙宫是先王太后的寝宫，其礼度堪比王后娘娘的正宫啊。姐姐，我入宫8年，只去过1次，还是去瞻望瞻望，什么东西都不敢碰。她才入宫几天，竟搬了进去。大王一定是受了魔眼了，要不怎么会如此糊涂？如果照此下去，后宫必乱。大王，你送我那么美丽的宫殿，我万分感激，也如履薄冰。我心里害怕。怕什么？这宫里的其他娘娘，定是恨死我了。有姑在，心肝儿万事无虑。谢大王。姐姐，不要去，咱们还是先去坤德宫找王后娘娘。呸！禀王后，皇妃娘娘与杨妃娘娘求见。请他们进来。娘娘，听到消息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娘娘，苏妲己刚进宫就被封了贵妃，这不是坏了王朝礼制吗？你们先别慌，先冷静冷静。要知道，在这世上，心乱了，比理智乱了更可怕，明白吗？是，娘娘教训的是，就算是封了妃，也不能入住寿仙宫啊，那可是先王太后的寝宫，连您都没住过，
王后娘娘，您想，她是通过献上自己父亲的人头才换来自己的性命。爹娘都为她死了，她可倒好，刚才在庭院的时候，在大王面前还满颜欢笑，献媚争宠的。您见过这般狠毒的女人吗？我还没有亲眼见过苏菲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您现在就应该马上传她过来，狠狠地整治一下她。那你说，我该怎么整治她呢？您教她一些礼数，让她知道一下，您才是后宫之主啊！礼数，她要是懂礼数的话，不用娘娘传话，就应该自己主动过来拜见娘娘。这个大王也真是的，怎么找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丫头？都别说了。你们心里究竟在怨恨谁？怨恨苏菲，我可以理解，可是怨恨大王，那就不对了。要知道，在这后宫当中，顺从大王，就是最重要的理智和最大的本分。你们老是在嘴上挂着理智啊、本分啊这些东西，这个道理你们究竟明不明白？王后教训的是。冀州侯苏护满门尽灭，就剩她一个孤女，又被大王纳入宫中。你们站在她的立场，也得替她好好想一想。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，还要日日强颜欢笑，这心里的滋味，你们应该好好的体会一下。同样都是女人，应该多一点包容，不要更多的为难。还是娘娘大度，不愧母仪天下。娘娘恕罪。禀王后，青天监杜元显太师求见。有请。两位妹妹，要不你们先回宫吧。是。多谢太师前来。不用谢，娘娘就是不请，臣也会自己来。出事了。潜入王宫的征兆。胡说！这里是王宫，这妖怪怎么敢潜入王宫？臣听说，寿仙宫新进了一位贵妃。你怀疑苏贵妃？请王后娘娘亲自走一趟寿仙宫，一试便知。试验什么呀？试验他是不是妖怪？这无凭无据的，这不分明是诬陷吗？你让别人怎么想？到时候，别人会说本宫是因为妒忌苏贵妃。娘娘顾虑的这些，臣又怎能不知？不过事关王宫安危，王后娘娘的脸面固然重要，但和江山社稷相比，孰轻孰重，还望娘娘斟酌。好，说吧。你要本宫做什么？一匣礼，万万不敢当。这是王后的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谢王后。
谢王后娘娘，这花真漂亮。你喜欢就好。老臣深深佩服王后娘娘啊！宫中出了那么大的事，娘娘仍然能泰然自若、平静地走来。你知道发生了何事？臣不知道，但能猜个8、9分。娘娘依老臣所言，带着匣子去了以后，是不是有怪事发生？太可怕了！老臣没有说错。娘娘啊，妖魔已经进宫了。你说的是苏菲？她哪来那么大本事？只怕是有很厉害的妖物附在了她身上。是何妖物？老臣不知道。那太师可有什么法子降妖除魔呀？老臣有法宝在此。娘娘，请看。这么小？天地万物玄之又玄，柔能胜刚，弱必胜强。凡是法力大的东西，一般形状反而会轻小，比如一枚戒指、一个酒盅、一片树叶、一滴眼泪。多谢指教。800年前的天穹大战，最终只落下了2柄剑，一柄是元始天尊的轩辕剑，一柄便是这小小的桃木剑。轩辕剑因元始天尊及梨花三清而威震3界，太过辉煌，于是神鬼2界加之人间帝王争夺不休。而这个为世人所瞧不起的桃木剑，几乎被人们遗忘，因为它太不起眼，太过朴素，简直就像是3岁孩童的玩物，不知分文。它能除去魔眼？是的，娘娘。桃木短剑在接触到妖物身体的瞬间，它自会发光。多谢太师。只是，还请娘娘能务必保持坚强的意志。倘若心境不稳，不但会错过了除妖良机，反而会被妖物利用，加害于人。我明白了，多谢。那老臣告退。秦少，不要，求求你。对，没错，一定是我听错了。吓死我了！干嘛叫那么大声啊？那个，还不是因为前一阵子宫里闹那些离奇古怪的传闻。据说，听到琴声就会死，我这就听见了。对了，公子，您是何人？为何这深更半夜还跑到这儿来了？我饿了。公子若是饿了，可以去膳房进膳啊。可那些鸡鸭鱼肉全都酸腐不堪。我要吃了你！公子说什么？一个玩笑竟然把你吓成这样，果然是宫中的女子，太有趣了。公子取笑，请让开公道，让我过去。想要吗？
意献出你的灵魂吗？当然愿意。这里面是什么？以前的你，以后的你，人间的你，还有阴间的你。娘娘，有话就说吧。您为何不按照杜太师传给您的法术除去那妖怪呢？我在想，这妖怪究竟是谁？你说这好端端的宫中，怎么就出了一个妖怪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苏妲己来了，妖怪就来了。那苏妲己她就是妖怪呀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可不能妄下结论。这不明摆着吗？那颗枯花到了他手里，突然就鲜艳怒放了。这不是妖术是什么呀？谨慎。我在想，你说这如果是妲己的妖术，那这妖术并不恶呀。可如果这不是妲己的妖术，这妖怪究竟是谁？此剑一出，有用还是无用？如果有用却伤及了无辜，会当如何？如果无用，反而激怒了妖怪，又当如何？杜太师的话，真就那么可信吗？你说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到底要不要向大王禀告？若是这不禀告出了事情，大王会不会陷于困境？若是禀告了，大王反而不信，倒认为我是诬陷苏妃，我又当如何？娘娘，您可真是心细如发呀，真是想得周全呐。我身居中宫，很多事情不能不想清楚。可我眼下最忧虑的事情是大王的安危，这是目前令我最担心的事情。是啊，大王的安危是最为重要的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，娘娘！快去看看。是。但愿宫中无事，天下太平。怎么办？怎么又死了？死得也太惨了吧！好上哦！怎么回事啊？您看，又死了一个。掌灯，快去禀告王后！哦不，你们大家都别吱声，都在这儿等着我去禀告王后。是。水也太可怕了。是啊。今夜是他，明日又是谁？这是在做什么？贵妃娘娘。
朝歌真是个好地方，王宫嘛，更是美不胜收。今天又有一个宫女死了。今天是她，明天是谁呀？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我最近有点元气不足，只是随便取些灵魂打个牙祭。答应要把灵魂给我的人没把灵魂给我，只知道拼命的使唤我做事儿。我不也得想个办法活下来吗？这里是王宫，王宫好啊，王宫里的灵魂更加甘甜可口。你就不能去山里吃个飞鸟、兔子什么的吗？可是出来没有灵魂啊。那些将死之人呢？或者那些野男人多的是啊。男人的灵魂污浊不堪，只有女人才有可堪入口的灵魂。这么说，你还要继续吃宫女了？要是现在你肯进到我的蜜壶里来，我就停下。不愿意啊？那你就别为那些宫女的事儿操心，都是些跟你报仇毫不相干之事。真不知道你在这儿发什么火？你不会是心软了吧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怕你这么做，别人会发现我。怎么？你怕商王对你感到失望？莫非成了商王的女人，现在连心都开始动摇？你在胡说八道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我答应替你的报仇计划扫除障碍，你以为你就可以随便使唤我了？你别忘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既不能死，也不能摘下你手上的指环。成为奴隶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忘了我说的话了吗？一旦契约成立，你我都不能反悔。娘娘，皇妃和杨妃求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皇妃、杨妃，请进。娘娘，娘娘，祸事啊！宫中有恶魔。胡说！这宫中有宫女死的事情，我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可是娘娘也不至于每3天死一个吧？现在一共死了9个宫女，3、9、27，刚好苏妲己入宫27天。是，那些姐妹们死的时候，都没有一滴血，而且脸上都带着奇怪的微笑。还上宫。是，娘娘，还不止如此呢。这每当要死人的夜晚，都会听到一阵阵琴声。可是顺着琴声找过去吧，又找不到弹琴的人。每当这琴声响起的时候，所有的宫女都会去猜想，这次死的会是谁。光这个念头，就比死更可怕。娘娘，如果这件事情不管的话，下一个就会是我们，要么是我，要么是皇姐姐，甚至可能是您呢，娘娘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王宫的安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杜太师送我的除妖法器。娘娘，你原来早有打算。是。我早就知道王宫有妖怪，只是不知道这妖怪究竟是谁，更不知道这妖怪会不会伤害大王。妲己，妖怪
就是妲己。证据呢？你看见他咬人了？或者你看见他半夜里弹琴了？没有，那就是在猜疑呀。可是咱们也不能坐视不顾啊，任凭妖怪为恶下去。明天一早，我去面见大王。天下也会随着你们的意志物换星移嘛。7天7夜，哎，师傅，我们找一块风水宝地来行拜师之礼，你看如何？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自然，自然自然，至高无上。为何不能在自然中行大礼呢？懂了。姜子牙公报天尊，收杨戬5级为人间弟子，请天尊恩准。师尊在上，万古明示。师尊在上，万古明示。为清除仙界、人界、妖界之乱，归还3界的和平。为清除仙界、人界、妖界之乱，归还3界的和平。我师徒3人侍奉天道，齐心协力。我师徒3人侍奉天道，齐心协力。所有善愿，感天动地；所有善愿，感天动地；所有大德，修而从之；所有大德，修而从之。如有虚言，天地不容，神鬼共击；如有虚言，天地不容，神鬼共击。拜。
你又喝醉了。昨天醉的，今天还没喝呢。王后何事啊？大王啊，这宫中出了妖怪。瞎说！有孤在，天下太平，任何妖魔鬼怪都不敢进宫。妾身正是担忧大王的安危，所以才斗胆禀报。说来听听。最近宫中总是有宫女离奇死亡。宫女经常死。交代内臣，多去招一点女子进宫，补充上就行了。可是，每次在宫女死亡的夜里，总是会听到一阵奇怪的琴声，而且那些死去宫女的脸上，全部都带着幸福的微笑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些宫女好像死得很有规律，每隔3天，夜里必死一人。到前天夜里为止，一共死了9人。3、9、27天。大王，苏妃入宫到前天为止，也正好是27天。你是说妲己是妖怪吗？妾身说的仅仅是宫女，并没有说是苏妃啊。大王，妾身只是肉眼凡胎，并不知道谁是妖怪。这事事关重大。所以，妾身一定要让大王定夺才是。在这普天之下，也只有大王你是火眼金睛，也只有大王你才知道到底谁是妖怪。妾身这样想，大王说对吗？对，对。杜太师前些日子就警告过妾身，说这宫中会出妖怪，所以他给了妾身这把桃木剑，说是只要这把桃木剑碰触到妖怪的身体，瞬间就能发挥力量。就这么点东西，能有什么用啊？王后，你也相信啊？妾身不知道啊，可杜太师说过，在这世间就具有大法力的东西，通常形状都很小，比如说一枚指环、一个酒盅、一片树叶、一滴眼泪。那杜老头把你给唬住了？也许吧。可是大王啊，这宫中宫女的尸首，比杜太师的话更唬人。大王觉得妾身说的话对吗？对啊，但这些都只是没有真凭实据的空穴来风而已。确实如此，不管大王怎样定夺，妾身都会照办。哎，那些宫女的尸首在哪儿啊？今天见。我要亲自去瞧瞧。大王请。大王请看，这些宫女的尸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她们死的时候没有流一滴血，而脸上却都带着诡异的微笑，脸色苍白，嘴唇乌紫。还有，大王，你看，这儿，这些宫女死的时候，手里都抓着生前不属于她们自己的宝物，就像珍珠、手镯、胭脂等等。可恨，竟敢盗墓宫中的宝物！回禀大王，老臣已经查过了，这些宝物并非宫中之物。就是这个琴声，很熟悉这个声音。这是妖怪的声音吗？声音是，但时辰不是啊。哦，以往
这琴声都是半夜3更响起，而现在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臣不知道啊。妾身也不知。你们猜猜。大王，妾身怎能为这样的事情妄加揣测？王后。竟敢在天子所在的王宫里施展妖术，这分明是蔑视故，嘲弄上天，一定要严加处置。不管你是谁，孤都不会放过你。大王，事到如今，妾身已经无法再做什么了。请大王叫苏妃过来，站在杜太师的面前。你怎么又扯到妲己头上？大王，因为宫女暴死，都是从苏妃进宫之后开始的。宫女里面有许多人疑心苏妃是妖怪，关于苏妃妹妹的各种凶险传闻愈演愈烈，已经失控。苏妃得大王宠爱，位列贵妃，在后宫之中，她也是众姐妹的表率啊。大王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妾身跟大王一样，坚信苏妃妹妹的清白。所以绝对不允许有人以讹传讹，玷污她的清誉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请妹妹出面佐证流言，妾身才能够将那些诬陷苏妃妹妹的人治罪。大王，请你传召苏妃。传苏贵妃到昆明宫见过。另外，请王叔比干，还有武成王一同觐见。是。后娘娘高明，老臣佩服啊！太师，你可有把握？王后请放心吧。那还需要我做些什么？就带上那把桃木剑。贵妃娘娘，什么事情？大王口谕，让您马上过去。这么晚了，是何缘故？夜宴。禀报大王，等我盛装打扮后便去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杜太师说了，如果娘娘说她已经休息了，那便不用盛装打扮，即刻见驾。即刻见驾？是。杜太师为何在那儿？奴婢不知。他又为何如此着急？奴婢不知。苏妃怎么还不来啊？等等，不是说夜宴吗？怎么没有听到奏乐声？奴婢不知道。人间富贵，莫过地老，地老所有。不如我一枝蜜核。哈哈哈哈哈！大王，妲己来。苏妃抬头，
姑不知道啊。妲己啊，大王，姑不是天子吗？哼哼，可是天子怎么连看都看不清楚啊？啊，哎，王后啊，你知道吗？给王后娘娘请安。苏妃，我今天叫你过来，是要送你一把小木剑。木剑？王后为何要送我木剑？这是一把降妖除魔的桃木剑。他是疼，大王，他此刻浑身上下火烧火燎的疼。妲己，上前来接你的礼物。上来。既然你不愿意上来，那我就只有亲自给你送过去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只是要送你一件礼物。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怎么不接着？
个剑拿进立桥，还真是好看。谢王后恩典。我就说嘛，妲己不是妖怪，你们就喜欢错怪她。不，大王，她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老臣已经从她身上闻到了妖气。大王啊，老臣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，她绝对是妖孽。否则，老臣若有误，愿就地正法。既然杜太师这么说，那就用这个剑刺死我吧。怎么不刺啊？刚才王后娘娘不是说了吗？此剑专用降妖除魔。既然太师说我是妖，还不动手？看清楚，天穹大战的桃木剑，加上符咒的神力，